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管理营养师菊池真由子所著的《65岁后强化身体与大脑的美味饮食方法》这本书。这本书专为希望深入了解65岁以后饮食关键点的人群所写，帮助我们通过饮食恢复活力，焕发年轻的状态。65岁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是充满活力还是逐渐走向衰退。从65岁起，身体的老化影响会逐渐显现。之前适合60岁左右的健康饮食方法可能已经不再完全适用，因此调整为更适合当前年龄的饮食策略尤为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食材，也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，只需在日常食材和菜肴中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就能让美味与健康并行，轻松地帮助我们保持最佳状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65岁后的长寿饮食秘诀；第二，为什么常吃水果的人更长寿健康；第三，美味、愉快、幸福这些刺激能让大脑变年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5岁后的长寿饮食秘诀。第一个要点是肉类和鱼类优先。大家可能听说过蔬菜优先的饮食方式，即先吃蔬菜，以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，有助于预防肥胖和糖尿病。这种方法非常适合60岁左右的人群。然而，作者建议，65岁之后更适合采用肉鱼优先的饮食顺序，即从肉类或鱼类开始进食。原因在于肉类和鱼类富含蛋白质，有助于构建强健的免疫系统，从而预防疾病。蛋白质不仅是肌肉的基础，还参与构建内脏、血液、骨骼、皮肤和头发等全身的组织，还是免疫细胞的重要组成，能够增强免疫力并加快恢复的速度。在65岁以后，由于食欲的减退，蛋白质的摄入量往往会不足，而且随着肌肉生成能力的下降，即使摄入与年轻时相同量的蛋白质，也难以生成足够的肌肉。因此，建议从肉类或鱼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开始进餐，以确保充足的蛋白质摄入。日常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材包括肉类、鱼类、鸡蛋、大豆及其制品，建议每餐有意识地加入这些食物。参考量可以以双手合掌为标准，如1块鱼约100克肉、1个鸡蛋或1/3块豆腐。无需复杂的烹饪，选择一些简单食材就能够轻松补充蛋白质，如火腿、香肠、奶酪、纳豆、煮鸡蛋等。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，可以将这些食材作为方便的补充来源。此外，研究显示，即使先吃肉类或鱼类，血糖的上升依然会得到抑制。因此，进食顺序不如多摄入蔬菜和细嚼慢咽更为重要。请大家记住，65岁以后采用肉鱼优先的方法，这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。第二个要点是不必减少肉类和米饭的摄入。作者建议，65岁后适合身体的饮食方式应该有所调整。在60岁之前，健康饮食的主要目标是预防代谢综合征，包括减重、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和中性脂肪。通常推荐减少肉类，多食用鱼类和蔬菜，并适当减少米饭的摄入量。然而，在65岁以后，这种饮食方式只能适用一部分，另一部分则需要重新调整。适用的部分是增加鱼类和蔬菜的摄入，而不再建议减少肉类和米饭的量。多摄入鱼类和蔬菜的好处显而易见。鱼类富含蛋白质、矿物质和维生素 D， 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病毒感染。此外，青鱼中含有丰富的 DHA 和 EPA， 有助于预防认知症，降低 LDL 胆固醇和中性脂肪，增加 HDL 胆固醇。蔬菜则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食物纤维，其中维生素 A、C、E 都具备抗衰老效果。南瓜是含有这3种维生素的典型食物。其他推荐的绿色蔬菜包括菠菜、花椰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和甜椒等。
选择蔬菜时，可以优先从这些品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。65岁之后，不仅不需要减少肉类，反而应当积极摄取。尽管鱼类是推荐的食材，肉类在保持体力和提升免疫力方面更具优势。肉类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，能够高效补充蛋白质。同时，65岁以后脂肪的摄入也至关重要。适量的脂肪不仅能维持年轻的外观，还能增强体力。过少的脂肪摄入则可能会降低人体免疫力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因此，适量摄取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类，对延缓衰老、保持健康非常关键。关于米饭的摄入，研究显示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与寿命密切相关。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的50%到55%的人寿命最长，而低于30%的人则可能缩短约4年。建议65岁后每餐保持适量的米饭摄入，例如1碗米饭，以助于健康长寿。第3个要点是要轮换饮食。虽然电视、杂志和网络上常常介绍许多声称能够提升免疫力的食品和营养素，但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或营养素能够满足所有健康的需求。因此，之前提到的饮食原则，如优先摄入肉类、鱼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同时也要重视蔬菜、水果和米饭的摄入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在65岁以后，为了增强身体和大脑的健康，实现长寿，饮食的基本原则是多样化摄取各类食物，避免偏食某一种。丰富的食物选择能够提升人体的免疫力，帮助抵抗衰老，预防认知症和癌症等疾病。一种实现营养均衡的简单方法是轮换饮食。轮换饮食的核心是每餐选择不同的食物，避免长期摄入同一种食物。例如，蛋白质来源可以轮流选择牛肉、鸡蛋、豆腐、猪肉和鱼类等，而蔬菜则可以不断变化，如菠菜、牛蒡、茄子和西红柿等。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化食物的搭配，不仅能确保营养的全面摄入，还能使饮食内容更加丰富多样。不同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各有差异，比如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， 但食物纤维较少，而牛蒡则富含食物纤维。通过轮换饮食，可以自然补充各类营养，从而实现更好的营养平衡。这种饮食方式是65岁后保持身体和大脑活力，增强健康和长寿的重要基础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为什么常吃水果的人更长寿健康？研究数据显示，缺乏水果的摄入可能会影响长寿。在对195个国家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后，研究发现，不同国家因饮食导致的死亡情况各不相同。以日本为例，日本人因饮食导致的死亡原因中，第1位是食盐摄入过量，第2位是全谷物摄入不足，第3位则是水果摄入不足。水果富含水溶性食物纤维，如果胶、维生素 C、钾和多酚等成分。果胶能够帮助控制血糖的升高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，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脂质代谢异常。维生素 C 能对抗压力，避免因精神状态不佳导致的免疫力下降。钾则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，而多酚类物质则具有很强的抗衰老作用。不同颜色的水果含有不同类型的多酚，因此建议多种颜色的水果搭配食用，以获得多样的营养。每日推荐摄入水果约200克，大致为1个拳头的量。举例来说，猕猴桃1个约80克，草莓5个约75克，橘子1个约100克，苹果半个约120克，桃子半个约120克，香蕉1根约200克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美味、愉快、幸福，这些刺激能让大脑变年轻。今天的菜单是什么？我想吃点什么呢？仅仅思考这些问题本身，就能帮助我们预防大脑认知功能的衰退。通过享受各种各样的美食，美味、愉快、幸福的体验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活力。丰富多样的饮食不仅有助于调节营养平衡，还能降低死亡的风险，甚至预防癌症和认知症。
研究发现，食物种类越丰富，女性的总死亡风险能降低19%，而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则会下降34%，其他死亡风险也能降低24%。此外，男性增加水果种类的摄入，女性多吃豆制品，都有助于降低死亡的风险。多样化的饮食还能确保更好地摄取日常必需的营养素，因此建议大家采用轮换饮食的方式，逐步增加食物的种类。美味的食物不仅能让大脑感到愉悦，它们也是年轻和活力的源泉。为了让65岁后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愉快，可以尽早采纳本书中提到的饮食方法。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增强身体和大脑的健康，还能促进我们长寿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